大家好，我是13。那今天我要介绍我最近老婆刚送给我的东西。那这个是 Head Air， 它是一个背心，是安全气囊的背心。那主要是因为上次我摔车嘛，那我老婆很担心。那平常我们结婚多年的时候就会互相送给对方礼物，那她这次就破费送了这个安全气囊背心给我。那这个版本呢，其实是比较偏向于街道使用啦。因为有赛道版，赛道版的话是我记得这边有切开，有个空洞，然后下面这边好像尾椎没有保护，然后主要是把那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气囊对啊，是 CO2 cartridge， 它好像是摆在身体后面，然后可以放在你的那个赛车或是你的那个仿赛后面，就放在你的摩托后面，然后就比较不会挡到前面。因为他说这个版本的话，如果有时候你直线，然后要从前压很低的时候呢，有些人会觉得可能前面压到。好，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安全气囊背心呢，我简单介绍一下。其实目前我记得这种安全气囊背心有出，就是像这种 mechanical。我说 mechanical 指的是，看这边有 tether， 也就是有接线的版本，那全部就是比较机械化的操作，拉开之后里面会瞬间充气这样。那这主要是可能你摔车，然后人跟车子分开，然后就立即作动。那至于它充气的速度多快呢？我会特别写在影片上，因为我现在记不得。但我记得它这个版本是比较快的，那好像还有更快的，那我不知道是另外一种版本。好，那这是 Head Air 的牌子，有另外一个牌子应该叫 Helite。Helite 的话，最近广告打得比较凶。那它好像是欧洲的品牌，但其实他们一开始，因为你看这个造型其实跟 Helite 的有点像，因为最早我记得是有一个日本人研发的这种安全气囊背心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把版权有卖给那个 Helite 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可能一开始技术是有共用，所以他们后来的产品呢其实有些类似，但最近的产品好像又有一些不太一样。那为什么我会选择 Head Air 不是选择 Helite？ 坦白说，Head Air 价钱比较便宜一点。那再来就是因为刚好这边有个赛车手，他跟他老婆就引进了这个品牌，从日本引进过来，然后在这边在当地卖。那赛道圈里面呢，就是蛮多人都知道 Head Air。那我原本买这个版本最担心的就是像我刚刚讲，因为它不是赛道版，所以它后面没有那么大的空洞。因为你也知道，赛道后面我后面有个 hump， 就是导气流用的那个东西，我怕会有些 interfere， 会被压着不舒服，或是整个太凸或怎么样。所以我等一下穿上去呢，我会请我朋友帮我拍一下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如果你对安全气囊有兴趣的话呢，其实现在市面上有那种高级的安全气囊，但是那两个版本都非常的贵。那他们也有出背心版，但是那价钱真的是很可怕。我记得那时候美金多少2000多块起跳吗？超恐怖。那个是电子式的，也就是说那一种的话，它身上鼻里面有装电池跟感应器，它好像会记你的 G 力冲击，然后是不是有 GPS 我不确定，但是它那就是会侦测到你摔车的时候，然后会直接启动，所以那个东西会比这种机械性的来准确，所以当然就比较贵。那安全装备就是这样子，也许你选择是这种比较基础的版本，它一定会比没有好太多。当然，因为这个气囊除了尾椎部分保护整个背部，再来就是脖子。我之前看他们的广告介绍的时候，就是整个脖子会撑起来，那真的不错，完全让你摔车的时候你不会去动到脖子。那拍摄没有要拉气瓶做测试，因为我现在目前也只有这个气瓶，要拉的话我等下都不能用了。不过这样讲也不对，因为我等一下希望不会用到了，应该这样说。但是以备不时之需。好，它这边呢就是让我去接到车子，可能是支架的部分，然后可能刚好拉松紧，调到刚刚好是你站起来可以，可是离开车子的时候呢，是那个力量是够大，可以拉出去的。那时候我看介绍，他有特别说，一般人拉或是你自己可能不小心下车没有拔的话，没有解开这个扣的话，是不会启动，因为那个拉听说拉力要非常强大。那我也是简单介绍了，我是希望有越多就是类似的厂商可以做这种安全气囊的防摔衣。那这些技术下放之后呢，价钱可以再压低一点，不然真的太贵了。好，那就先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